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闲暇之余，我是阿杜。本周是飞染天空的第二弹补充盒的发售日，这一次的补充盒除了有新的杀招之外，也给上一弹的旧作带来了不小的强化。所以本期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飞染新的8开机牌组构成。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也请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头点下订阅，也可以到 B 的粉丝页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那么事不宜迟，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好的，现在画面上所看到就是我们这一次团队构筑的8开机牌组构成，主要的特色是1等月歌的双判堆能量，以及依靠0等功能牌与开机套件的组合，让打手能够在前列维持牌面，3等再一次执行斩杀。而在接下来，我们就从0等到3等依序来说明每一个阶段我们的看法。那如果有错误或是其他的看法，也欢迎留言交流，我们也会虚心接受指教的。首先是0等的部分，这一次我们选择了8种卡片来使用，主要的目的是集中与跑牌等功能使用。而这次新给的场景集中，除了本身是休息室集中，也是能保前台的回手人，可以根据情况来使用，避免卡等以及让前台回手。另一张休息室回收的卡罗尔，除了能够回收休息室角色之外，如果空开的那张卡片它本身是具有魂科的话，也会加魂。在前期除了回收之外，也是不错的追伤角色。这一次牌组的主要战术我们分为3个部分来说明。首先，第一个部分是配合开机来使用的功能牌。0等奇罗路的1效果是长面刀，2效果是在送控的时候可以看牌顶1张，决定是放在牌顶或是送控。意思就是1效果发动后就还能够监看牌顶，而这个2效果是即使被角色压掉也能够发动的效果。因此搭配开机的使用，不论是保打手或是中场换到开机都能有很好的发挥空间。而另一张泳装工程师则是基本的1效果手拍上场给其他自己的角色加攻击力，2效果在天明场时回手可以抽1丢1。2效果有的能够有效的解手牌，以及将手上的1或2等打手放到控制室方便展开。而最后看到的则是0等的玛利亚，能够依照自己场上指定特征的人数来看，也可以只抓1卡。这个效果原本是只有3等的月歌才有的，而现在变成了0等之后，就能更方便的使用在非成门或计算的牌组在找名场面这件事情或过牌来使用。第二个部分则是资源搭配使用的选择。1弹教官的1效果是天命场可以4找1角色，2效果是回手人，在非跑牌联动的构筑中能够做到类似于集中的跑牌效果。而接着看到的是真纪子的部分，它的1效果是条件抽牌，2效果是能够拉休息室等级0的角色上场。1效果的部分算是负正的，有赚到算运气不错。主要需要使用的是它的2效果，能够将集中或是场面刀等需要的0等拉上来配合展开。而最后看到的是玩山做多的部分，则是除了场面刀之外，另一个能够让前台加拳头的应援，本身还能够看对手的牌底，在攻击顺序的选择上能够提供不少的帮助。第3个部分则是主要的前台展开，依靠1等的月歌或2等的红川会来稳定站台面。月歌的联动可以双判，做到增加能量与判到开机的几率，而逢川会则有了1万的基本攻击力，虽然不到特别突出的拳头，但本身自带安可的效果，搭配了前面所介绍到的长面刀，就能够让这2张前台主要打手能够站得住。那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战术执行上能够执行的选项。除了1等的月歌联动跟2等逢川会之外，也可以使用真纪子来拉需要的后列，无论是回手的东城师或者场面刀的奇罗路，都是打手之外很好的选择。因此能够跟开机对应的功能牌有 A 跟 B 的方案可以选择。 A 方案是1等的真纪子拉0等的场面刀的部分，如果目标是在解手牌跟过牌没有需要场面刀的话，就可以在看到开机或者是贴开机的时候，把0等奇罗路压掉，触发它的2效果来看牌顶，确定下一张要不要留。那 B 方案呢，则是最简单的，用工程师的效果来持续给前台攻击力，保证单回合的拳头能够超过对面，并且兼具过牌。1等与2等的时期主要使用联动与打手来维持资源与台面，除此之外的功能牌可以搭配不用看颜色就能上场的西装工程师以及绞杀刀来作为妨碍对手的手段。那如果对手是等级3的话，也可以使用奇罗路来压倒对面的打手。而这时候如果对方不是等级3的话呢，就可以使用0等的孔明的2效果来让对方变成3等，并且孔明的1效果也是能够给角色加攻击力的，这样就能够保证这一拳有很高的机会直接过对面的刀子。
3等除了联动之外，推荐的有2种，一种是1弹的找出国建狱，而另一个则是狱卒的3等可怜。虽然这一弹也有给像是1000值的挖牌底和蛇拳的登场烧等选项，但我们觉得如果考虑开机以及有办法看牌顶且构筑中有场面刀的情况下，能够喊打锁刀并且喊打公开牌顶条件烧对手的可怜，会是成本较低但效果不错的一个选项。3等使用的是这张等级3的西装缝穿会，一效果手拍上场回血，二效果是联动。喊打时获得此卡给予对手的伤害，对手没有取消的时候，执行烧对手1点这个动作2次。3效果则是喊打时支付代价烧对手2点伤害。而3效果的烧伤如果也命中的话，就也适用于联动赋予的效果。因此对手在没有挡下的情况下，就得面对次数非常多的伤害，是非常强力的一张3等联动。斩杀的情形就如画面上所呈现的，3等联动要对手没有取消才能够成立，但因为有3效果的喊打烧能够使用，因此包含攻击在内就有2次机会可以触发联动的烧伤，整个组合下来最高上限可以做到12次的给上，是非常恐怖的。且由于3效果的存在，即使在没有联动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做到连烧带打的动作。在没有场面联动的情况下，3台也能够做出上限合计6次的给伤机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分享的飞染天空8开机牌组构成。这一次普通盒能够聊的东西很多，无论是旧轴还是新轴都有不错的选项。如果大家有其他想知道的组合部分，我们是怎么想的，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说。网络上的牌组资讯非常多，也希望大家透过众多资料以及频道中获取一些组合的灵感。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法或建议，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与交流。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